你知道呢，想要做出像这样预约系统的雏形需要多久的时间吗？答案是只要5分钟哦。往下我们就来教大家要怎么去制作吧。Go！ 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正式启用喽！如果你对 AI 教学内容有兴趣，每个月只要1杯咖啡的钱，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内容。想要更加深入学习，但常常出问题，选择学习 Plus 方案，就有1对1的聊天管道。或是呢，你愿意支持我们，也可以每个月请我喝罐养乐多，让我持续创作更多内容。影片要开始喽，你准备好了吗？嗨，大家好，我是阿汤。之前呢就跟大家分享过像是 Cursor 或是 Tray 这类的工具。这类工具呢，就是安装在你电脑上面之后呢，你可以透过白话文的方式跟 AI 去对话，然后来产出网页、App、电脑软体，甚至是一整个系统架构。虽然呢，大家都一直讲说哦，不用基础就可以完成开发，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以打造网页这件事情来说，很多没有任何开发基础的人，确实他也利用 Cursor 或是 Tray 来做出这个网页系统了。但是对他们来讲，最困难的地方呢，是要怎么把他们打造出来这些网页系统放到网络上可以公开出来去做使用。反而呢，对于一般开发人员来讲，最简单的事情，对于零开发基础的人来讲呢，是最困难的事情。今天呢，我们来介绍一个线上服务，你可以把它当作是 Cursor 的这个线上版本。你可以在网页上呢，一样用白话文的方式跟 AI 去做沟通，然后呢，就可以打造出网页系统来。而且打造完之后，你不用自己去苦恼要怎么把它公开到网络上来，因为你打造完之后，你只要按一下发布，它就可以直接变成网站来使用咯，是不是听起来很方便呢？而且一样有免费方案可以直接使用哦。往下就带大家来开始实作吧。好，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要使用的工具，这个叫做 Lovable。那这个呢，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之前介绍的 Cursor 或是 Tray 的这个线上的版本，只不过差别在于呢，像 Cursor 或是 Tray， 它是可以打造比如说 App 啦、电脑软体等等。但是 Lovable 呢，它主要就只能做线上的工具，或是线上的网页、线上的系统等等。一样呢，我们可以在它的对话框这边呢，用比较白话文的方式告诉它我们想要建立的系统大约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它就会按照你需要的功能去帮你打造。然后当有问题或者想要增减功能的时候，一样用白话文就可以再去做增减或者修改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带大家实际的去操作一次，边实作呢来边分享一下我认为这个 Lovable 的一些优点还有缺点。好，首先它的登录方式呢，可以点击右上角 Sign Up 或是 Login 都可以。好，登录成功之后呢，先不要急着想要做些什么，因为呢，免费账号呢是有每天的使用次数的，所以你不要急着就随便把它用完了。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慢慢的跟大家介绍以及分享。第一次使用这一类的工具的话呢，你可能不太知道要怎么去运用，或者是它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你可以先往下拉。这边呢有一些别人做过的这种范例，每一个范例都是可以实际点击进去去操作。比如说我随便点一个进去，像它这个的话就比较偏向于是股票分析的一个网页工具。如果你想要基于别人做好的这个页面啊，然后再去做一些修改，或者是按照它的这个功能来做调整的话，你可以点击右上角有一个 Remix，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呢加到你的 project， 然后去做修改或是调整来使用。那如果你没有想要使用别人的范例来打造的话呢，那你就是从这个对话框开始制作就可以了。在开始之前，先跟大家讲一下它的一些基本的限制。你可以先点击右上角你自己登录的这个画面。好，这边可以看到每天呢它免费的话呢是有5个 credits 可以使用，也就是呢可以讲5次话。所以呢你每一次的讲话跟修改就会变得比较珍贵一点。当然如果你有这种开发的实际需求的话，我是建议你可以直接去用 Cursor 或是 Tray， 会比这个来得更好一点。但是呢这个用来打造雏形，我觉得速度真的是蛮快，打造完的这些程式代码呢也都可以直接下载来使用。好，再来第二个呢，我先建议大家可以进入 Settings， 这边有一个 Supabase 呢，你可以先把它做连结，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打造的系统然后里面的资料是用 Supabase 呢来做储存。好，你就按 Connect Supabase。好，如果你没有注册过的话，你就是按照这个流程然后去注册一下。那如果有注册过，你就直接登录就可以了。Supabase 呢，你注册登录之后呢，这边可以去选择，然后 Plan 它有免费的可以去选择使用。那免费的它储存空间就有500 MB 可以使用，所以以个人简单的开发来使用的话，我觉得是绰绰有余可以使用的啦。然后这边呢就会完成连结了。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去打造我们想要的系统。
好，那要怎么去下这个指令呢？其实就是真的很白话文，或者是你如果不想要浪费每天有5次的这个对话机会的话，尽量一次性的把功能描述清楚一点，那是最好。这时候我们可以先借助其他 AI， 然后帮我们理清这个功能，或是列出这个功能的结构。比如说我们可以跟 ChatGPT 先沟通一下，我们想要打造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今天来测试一下打造美发师线上预约系统，然后资料是储存在 Supabase， 然后帮我规划整个系统架构。基本功能你可以先给它一些，就是你需要的功能一定要有哪些啊，先把它放进来，剩下你可以叫它帮你规划。好，这边呢 ChatGPT 呢就帮我们先列出了基本的架构，然后前台功能啊、后台的功能啊、服务项目管理、预约项目管理等等。好，这边都有列出来，甚至呢 Supabase 的这个资料表的设计建议都有给你了。好，这时候我们就简单一点，直接把这个呢复制下来，就不管。我们先只是测试而已，不用那么详细。那如果你真的实际自己想要详细一点使用的话，可以跟 ChatGPT 呢多沟通一点，然后细节满一点，然后你再把它丢到 Lovable 来做会比较好一点。好，复制下来之后，我们回到 Lovable 来，我们来先试一下一次性的建立。就贴上来，直接贴，不用担心，你就直接贴上来给它，然后去产生。这边呢可以选择公开或者是私人，但私人你必须要付费，你才能储存为私人的专案，否则你在 Lovable 这边所有你做的这些系统以及功能都会被直接公开来，就会像呢你刚刚在下面看到的这些范例一样，它这些其实都是免费账号制作完之后，然后公开出来的范本。但如果你是自己要使用的话，我觉得这个倒是还好，或者是呢你可以先用这个来打造一个雏形作为测试用，然后之后呢你再下载到你自己的系统，然后来做使用。甚至呢如果你是有管理系统的话，其实你只要修改密码的话，别人最多就是看到你的前台，那他也没办法去登录你的后台，那你直接在这边使用也是没有问题的。好，这时候我们就把它送出，这边呢就会开始打造。那你可以看一下左上角这边点开，这边会有你的消耗掉的这个次数，等它制作完之后就会先消耗掉1次的次数。免费账号的话每天会有5次的这个限制，这个5次是怎么算呢？就是当你有增减功能或者是明确的是要调整功能的话，这个呢每一次都会算1次。所以比如说你等一下做完之后，你只是跟他打了说我想要增加一个什么按钮，这样就算是1次，会有点可惜。所以会建议大家如果有要调整什么的话，可以一次性的把它列完之后，然后这样比较不会浪费这个每天的免费次数。那如果你只是想要问他你这个网站的一些修改建议或是内容的话，你可以把这个 chat 点亮变成蓝色，这个时候只是单纯的聊天，它就是不会消耗你这个点数。然后你可以跟他聊完之后看建议怎么样，然后再让他去做调整修改也是可以的。好，那在等待这个建制的过程中呢，我先简单的分享一下我使用这个 Lovable 的一些小小的心得啦。就是我觉得它的优点呢，就是你在提供它这些内容之后，在创建的这个速度其实真的蛮快的，相较于用 Cursor 或是 Tray 来打造的话，它的速度是比起那些都还要快上不少。但是呢它的完整性我觉得没有像 Cursor 或是 Tray 来的完整。不过呢我觉得中小型的系统或者是个人想要使用的这种页面啊，或者是官方页面等等，如果你只想要打造基本的内容的话，基本上你用它来制作雏形或者是完整的页面，我觉得都是蛮 OK 的。好，我们刚刚在跟大家聊天的过程中呢，这个网页呢就已经做完了基本雏形了。好，这边有讲说建立了完整的预约系统前台，包括4步骤的预约流程、设计师选择、服务项目等等。我们可以呢先来试试看这个操作的感觉。这边的基本页面的这些内容基本上你都可以自己再去调整跟修改。好，那我们可以试一下预约的流程，然后选择设计师，这边可以选择你想要服务的项目，比如说染发好了，按下一步，然后选择日期跟时间，按下一步，这边输入姓名、电话、LINE ID 或者是 email， 然后特殊的备注，没问题的话我们就按下确认预约，这样就出现预约成功。这个画面其实看得还不错啊，而且完全没有任何错误。只不过呢按照我的经验，它应该是后台还没有做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是6月12的1点半，然后我们返回首页。好，回来之后呢，你会发现呢，其实你不知道怎么进到后台，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所在了。好，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浪费一下第2次的点数好了。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在一开始就加上去了。我们可以讲一下后台的登录按钮，把它加到最下方，然后预设账号密码是什么。好，如果你没有讲的话呢，它通常会把预设的这个登录资讯直接显示在那个登录页面上，让你可以看到直接登录。因为毕竟
一开始打造都是系统测试嘛，它都会有这个状况啦。这时候我们先来加个后台按钮，然后我们再等待一下它的修改。就像这样子，你只要很白话文的告诉他你想要加什么东西，加在哪里，那这个功能是做什么的，那它就会帮你用这个方式直接帮你打造。那右上角这边呢有一个 Code Viewer， 那你可以把它切换过来，就会变成了是 Code 的这种编辑的模式。你可以看一下呢，这个是它打造出来的所有的档案。然后如果呢你想要直接可以做编辑的话，必须是要付费的方案才可以直接做编辑这个动作。好，我们切回来看一下，它已经加好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最下面多了一个后台管理，有没有？账号密码它没有办法显示出来，这样很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打我们预设的账号密码。因为如果你把它显示出来的话，那这个专案会公开出来嘛，那公开的话，那别人就会看到你的账号密码。登录之后就可以看到后台有相关的管理，今天的预约啊，设计师啊，今天的收入啊，本月的预约。好，我们看一下它后台做到什么程度，我猜应该是没有做完啦。设计师管理，好，进入管理，好，点不了。预约管理点不了，服务项目点不了，有没有？它这边其实正常来说第一次做完，它都会有一些缺东缺西的东西。然后你必须要透过这个对话方式一一的再去补完。那当然这要看你给它的一开始的功能有没有很详细的把它列好。一开始如果列好的话，其实呢它还是可以打造出大概80%以上的这个系统功能需求来。只是呢前提是你这个功能需求不能真的太过复杂，这样的话呢它才会尽可能的不出错，然后来完成这些功能需求。好，那如果它在这个打造的过程中，你在测试后发现它会出现什么错误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按钮，然后问你要不要修复它。那这个修复呢，大部分的情况下它是不会扣你的点数的，但有些修复它还是会扣你的点数。所以呢，如果你的页面只是单纯的展示页面，不需要有系统的话，你用这个来做其实非常非常 OK， 特别是那种一页式的网页内容的话。那如果你做完之后完全没有问题的话呢，你想要使用的话要怎么使用呢？其实也不用付费。右上角有一个 Publish， 你点击之后，它这边会给你一个网址，可以直接使用，或者是你可以点击 Custom Domain， 就是可以直接建立你自己的网域。这边有一个新增既有的网域，或者是呢，你可以在这边买一个新的网域来加入。那如果你完全想要免费使用的话，你也不在意网址的话，这个呢就会是你的永久网址，把它送出 Publish。 好，这样呢就送出完成了，有没有？这个网址就变成一个网站了，然后就可以直接使用了。所以呢，这个如果你是想要完全省钱免费使用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用它的网址。然后如果你之后网站想要再做修改的话，你只要回到你的账号里面，继续针对这个专案再去白话文的跟它做调整修改。然后调整完之后，一样右上角再按 Update， 它就会把你新调整的部分更新上去。这个我觉得是 Lovable 的一个好处啊，你就可以完全在后端这边用白话文来修改程式啊，增减功能啊，然后等你确认了，然后再发布出去，就可以直接使用。对于那些完全没有开发能力或者完全不懂程式的人来说，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因为毕竟如果你是像使用Cursor 啊或者是 Tray 那些工具打造完之后，你还要再想说你要怎么去把它发布出去。但是这个呢就不用，这个就是直接用完之后可以直接 publish， 把它送出，直接永久来使用。方案的部分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刚刚用掉了2个 credit 嘛，那这边就消耗2个点数。那这个每天会重置，就是每天会有5次可以使用。它的这个方案呢，这边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免费方案呢，它就是每天有5次可以去修改增加功能的机会。专业方案呢，1个月是$25，然后每个月有100次的机会。这个呢就是团队的方案了啦，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用不到。那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使用 Lovable 的话，就用免费方案，每天5次呢可以试着玩看看。那如果你真的想要长期来打造程式或者系统的话，我比较会建议你去使用 Cursor 或者是使用 Tray 的国际版，是完全免费的。那 Cursor 的付费版本呢，其实我觉得也比这个划算很多，只是差别在于 Lovable 呢，它是可以直接线上发布，你不需要再另外找主机啊，然后来放你的档案，这些东西各有一些好处跟缺点，就看大家自己怎么去选择使用。但是呢，我觉得对于一个开发者来说呢，这就是多一个选择啦。好，最后再说一下，在右上角这边还有个 GitHub 的这个功能，这是干嘛呢？这其实就是把你的专案呢可以直接分享到 GitHub 上面去，就是公开开源出来的概念啊。然后这边你只要按连结之后，它会直接帮你做好所有的描述，直接建立到 GitHub 上面。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就直接连结，然后按照它的步骤直接去建立就好了。这个部分呢，我就不详细介绍了。看完上面的介绍，你会选择使用 Lovable 还是 Cursor 这类的工具来打造网页系统呢？我觉得，如果你是完全零程式开发基础的人， Lovable 可能会比较适合你一点，毕竟呢，它不用去烦恼你打造完之后面的事情，就是把它放到网络上可以公开来使用。但是如果你真的完全没有基础的人，如果你要使用 Cursor 来打造网页的话，基本上要打造出网页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后续呢，你还要知道怎么弄网域，怎么绑凭证，怎么找主机，怎么把你的东西上传上去。光是研究这些，你就要再花上大把的时间。那对于开发人员来讲的话，我觉得用 Lovable 这类的工具先打造一个雏形，你再搭配 Cursor 来使用。或者是你直接用 Cursor，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啦。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教学的话，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想要知道更多 AI 相关的教学，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我是阿汤，下次见，拜拜。